这是我们刚从地头挖的树莓啊，这个树莓就是我们所说的7年的老苗，这一个根盘有这么大。那我们今天就准备把这样的树莓修整之后，种在这样的我们的雨花园6号盆里面。它的直径大概是27公分，高度是30公分左右。就是我跟大家建议的啊，把树莓种在25公分乘25公分及以上的盆子里面，它会长得比较大颗。这都是去年长的枝条啊，这是今年的笋枝。那去年的枝条长到有2.4米高。我们既然种在盆子里面，就是相当于在家庭庭院里面种的树莓，就不需要让它长这么高了，除非你是地栽。那我们就给它短留大概有个50-60公分，让这个啮芽再去生长。我们的那种专业园艺剪刀呢，都在修地里面的树莓。我手里面剩的是这种9块92把的简易剪刀，但是1公分以上的树枝，我们用它来剪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这样的剪刀在我们的链接里面有，如果你没有需要，就去拿这个剪刀就可以了。这个根盘非常的大，我们就给它分出来2颗。这树莓呢，它会从根部啊再长出来一颗新的啮芽，就是一颗新的树莓了。好，这一颗我们大概比了比，种在这个盆子里面还是可以的。如果换了一个不太一样的基质，我们尽量是把原基质，这就是原来的土，我们给它尽量的抖散。先在盆底弄一点我们的基质。树莓是木本的，比草莓要耐肥，而且它的体量比较大，我们就多放一点我们的生物有机肥。在下面给它做一个搅拌啊，就相当于肥料都在底部了。好，然后把我们的树莓给它放进去。好，这样一个高度，再把表面的土放平。现在我们用的都是我们雨花园的基质啊，没有参加其他的东西，除了我们放的生物有机肥的底肥。好，把这个盆土颠一颠，这棵树莓就算种完了，再接着把剩下的这些给它种进去。好，现在我们用这3个大盆把树莓给种下了。这个树莓呢，就是我们说的大概7、8年的苗，它的枝条也是比较粗，根盘相对比较大。这后面的树莓呢，是这一棵，别看它们小，放在1加仑盆里面，它们这么粗的枝条是3年的老苗，这么小。后面能看到大一些的呢，都开花了，这些呢是2年的枝条，也就是去年我们在5月份扦插的，是在前年土里面啮生出来的，像这样的笋枝。所以这就是2年苗、3年苗和7年苗的区别。它们种的体量也不一样。现在这个树莓在我们这样一个天气，大多数都已经花芽分化了。这是在5月6日。那这个树莓我们种完之后没有修枝，除了把老枝给剪了，新出来的笋枝没有修，而且是在这样一个露天的环境下。现在给它浇上定根水。刚才种的这第1颗跟大家演示了啊，我们除了放了生物有机肥之外呢，也就是用我们雨花园的基质。我们的基质不是纯粹只仅限于草莓专用的，它是适合于大多数的植物，瓜果蔬菜、鲜花绿植。所以用这样的基质，它一般就达到了疏松透气，有一定的营养，有良好的保水性和有良好的透水性，给予植物基本生长的环境。这个树莓我们种完之后就把它放在这里。其实树莓应该是在每一年的秋天，营养回流到根系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些枝条修剪，用裸根去定植是比较好。其次呢，就是初春的时候，那现在已经昨天立夏了，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立夏的季节去重新裸根定植这样的树莓，也是一个实验吧。当然了，我们高山农场夜温还是比较低的，这些树莓我是相信它们都能活。我们在家里面呢，用这样的大盆都可以试着去种1棵树莓。毕竟树莓这样一个比草莓还难运输、种植规模又少的这样一个植物，你完全是可以在家里面尝试的。
跟家人一起分享，像小红帽一样，口感酸甜，香味特别浓郁，有辨识度的这样一种植物。前几天拍的我们原种苗的3个元青山、真红美菱、黄香，它们现在已经长到这么大了，而且这个走径都快可以留了。好，这就是今天定植的这几棵大树莓。如果喜欢草莓，如果喜欢树莓，请关注跟草莓、树莓4个到底的手艺人飞宇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多了个树莓啊。